这是东野圭吾推理系列中最令人唏嘘的一个故事，真假难辨的离奇自杀案，最后却因为一只蜘蛛而水落石出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不看到最后一刻，即使猜得到凶手也猜不到结局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东野圭吾推理系列中的第1集。别了教练，岛国某射箭部，一位名叫直美的女运动员被人发现死在了训练场的办公室里。因为死者生前留有遗言视频，并且视频中还有她自杀的全过程，所以警方推断这是一起自杀事件。可铃木警官在反复观看遗言视频后发现，这起案件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视频中，直美用电缆和定时器制作了一个特殊装置，声称自己会在1个小时后被电击身亡。随后她吃下一粒安眠药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别了教练后，便缓缓地倒了下去。她为何要用这么复杂的方式去自杀呢？最后一句话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？铃木警官对此感到非常疑惑。他找到直美的教练时尚，经过询问得知，自从上次直美痛失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后，她的精神状况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，错过今年又要再等4年。可一个运动员有多少个黄金4年呢？很有可能这就是直美自杀的原因吧。调查结束，铃木警官走后，时尚无意间看到了这一幕：直美的弓上有一只绿色蜘蛛爬过。温馨提示：这只蜘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最后他推翻了所有人都认为的真相。随后画面一转，来到教练家里。经过这次队员自杀事件，射箭部被迫解散。时尚告诉妻子自己准备辞职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。妻子接通后发现，又是一个对方不吭声的骚扰电话。另一边，铃木警官在反复观看着遗言视频，他总觉得直美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别有深意，于是他再次找到时尚，询问一些详细情况。经调查，直美自杀那天晚上，有人在外面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身影，男人名叫森山，和直美时尚在同一家公司上班。铃木警官询问时尚是否认识一位名叫森山的男子，时尚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。随后画面来到时尚妻子这边，她正在叠衣服，突然骚扰电话又响了起来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又收到一封时尚发来的邮件。时尚声称自己的手机坏了，所以用公司电脑发的信息。信息中，时尚说晚上8点到北极星酒吧，他在那里准备了惊喜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妻子准时到达约定地点后，却看到了这诡异的一幕：酒吧里空无一人，角落的桌子上摆放着直美的照片，前面还点了一根蜡烛。看到这一幕，妻子被吓得连连后退，正准备离开，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原来是丈夫时尚打来的电话。妻子质问丈夫这是什么情况。得知此事，时尚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发过任何邮件。正说着，一个戴面具的男子出现在他身后。这部由东野圭吾改编的经典悬疑短片，不看到最后1分钟，你绝对猜不到故事的结局。蒙面男子手持尖刀缓缓向女人靠近，女人正在打电话，突然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，下一秒女人扔下电话疯狂逃窜。还好夏目警官及时赶到，3下5除2按倒蒙面男子后，却发现此人竟然是森山。其实铃木警官早就怀疑他是凶手，所以才派夏目一直跟踪着他，并且他们发现森山的手机里全是直美的照片。原来在过去的半年里，森山就一直在跟踪并偷拍着直美。可令人不解的是，他为什么要对时尚的妻子下手呢？他们之间有什么隐情吗？经过不断的审问，森山终于说出了实情。他声称直美被时尚控制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自己很喜欢直美，曾经追求过她，但是被拒绝了。然而2个月前，直美却主动约他见面，还向他说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。原来1年前直美就曾自杀过1次，但是失败了。森山因为担心他再次做傻事，所以最近才一直偷偷关注着他。随后铃木警官找到时尚，询问他是否知道1年前直美自杀的事。时尚摇头否认。铃木警官继续说道：我1年前没能自杀成功，就是被时尚教练所阻止的。这是直美的原话。森山第一次和女神约会，他把全部经过都给录了下来。事已至此，时尚只好坦白，确实是他阻止的直美。可他为什么要隐瞒此事呢？时尚解释说，当时直美获救后突然向他表白了，因为自己是有家室的人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直美。对于这件事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，所以才对所有人隐瞒不告。随后铃木警官继续问道：1年前直美自杀用的是什么方式？有没有留下什么遗书之类的？时尚迟疑了1秒后回应说，那时候他用的是上吊自杀，遗书之类的他也不太清楚，应该没有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在直美的家里发现了重要线索。直美在日记里写下了1年前她自杀未遂的事，自杀被心爱的人教练阻止，留下了遗言录像带，当作是为心爱之人决心赴死的证明。时尚再次撒了谎，他刻意隐瞒录像带的原因是什么呢？1年前的那卷录像带现在又在哪里呢？铃木警官回警局后，仔细观看着遗言视频，一遍又一遍，终于他发现了蛛丝马迹。铃木警官反复观看遗言视频后，发现了蛛丝马迹，直美自杀案终于真相大白。时尚被叫来案发现场，铃木指着录像说道：视频中直美的手指上缠了胶带，而案发现场她的手上却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因此铃木警官猜测，
这卷录像带很有可能就是直美去年第一次自杀时拍的那卷，而凶手也正是利用这段录像，巧妙地伪装成直美再次自杀的假象。所以说，这是一起精心设计的完美谋杀案。面对铁证，石上也承认了这一切。原来1年前他救下直美后，并没有拒绝直美的表白，而是和她偷偷搞在了一起。原本直美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了过来，可2个月前，痛失奥运会参赛资格又让她瞬间跌入低谷。她决定放弃训练，准备退役和心爱之人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可石上并非真心爱她。就这样，直美的占有欲越来越强，他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癫狂。在石上和妻子结婚纪念日这天晚上，他捧着一束鲜花，淋着暴雨来到石上家，甚至还拿着刀偷偷走到石上妻子身后，准备杀了他取而代之。经过这次事件以后，石上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决定守护妻子和孩子，断绝和直美的一切来往。这天，他在办公室里无意间翻到了直美第一次自杀时的录像带，忽然间就萌生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。他找到直美，以要拍纪念照为由，让直美剪回以前的短发。听完此话，直美一脸不可思议，接着又笑嘻嘻地答应了下来。随后，石上把直美约到办公室里，哄骗她喝下放有安眠药的红酒。等她晕倒后，石上又按照视频内容布置好自杀现场。就这样，一个利用录像带制定的完美谋杀计划就此完成。最后，铃木警官问石上，这么严谨的计划在最后关头却露出了破绽，你是故意的吗？石上仔细回想着自己的计划，然后又看了一遍录像带，这才明白了所有真相。视频中一只蜘蛛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不正是案发当天他看到的那只吗？1年前拍的视频怎么可能这么凑巧？此刻他终于想通，他掉进了直美设计好的陷阱之中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。原来在案发前不久，直美重新拍摄了一段录像带，然后在视频中故意留下种种破绽，为的就是让石上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毁掉他的一切，以自己被杀的方式让他这一生都无法忘记自己。这就是直美设下的圈套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最后的真相被一只蜘蛛所推翻，反转来的猝不及防，还真的是有点令人出乎意料。对于本片，大家有什么独特的见解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剧情虽然简单，但深挖却有点细思极恐，你觉得呢？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